明朝到了万历时期，最大的问题是没钱。当时的内阁首辅于慎行在自己的笔记中发问：汉武唐高征讨四夷，动辄发兵数十万，怎么到了我泱泱大明朝就做不到了呢？这个问题同样让万历皇帝着急。为了维持并重振自己的皇朝，明神宗想到一个开拓财源的办法——矿税。矿税分两项，开矿和却税。通俗的讲，开矿就是印钞，却税就是征收商品税。这也不是万历发明的，而是从明朝建国时就有的财政制度。矿税确实能来钱，但是万历的问题是他用的方法不对，结果弄得整个皇朝怨声载道。首先，开矿和收税是技术活，需要相关技术人员和管理团队，不是摆张桌子派个人往那一坐，人就老老实实来交钱的。其次，和钱打交道的活，如果没有严密的监察体系来配合，收了多少钱，钱都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就很难说清楚了。万历把问题看得太简单，他没有选择通过朝廷来系统的操作管理这项大工程，而是派出自己的进士出任税监使，前往全国各地直接开矿收钱。聪明的朋友看到这里，想必已经能发现问题了。这些宦官、锦衣卫们既不具备专业的勘探能力，也没有相关的税务稽查能力，正常模式很难收到钱。而收不到钱，既无法向皇帝复命邀功，也不能趁机中饱私囊。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就换了个方法，选择了豪夺。例如负责开矿的不会去关心哪里有矿，如何组织开采等等，他们直接找富户，声称他们的家产田产下有矿脉，不出钱就拆你家房子，没收你的田地。负责却税也不会去核查商户的营业额，而是直接报出一个数字，不缴就查封你的产业。因为是以权强夺，就得避开有权有势的大户。但是税负的总额只能多不能少，所以这些大户逃避的税负自然又转移到小户身上，这也导致小户们被盘剥得愈发厉害。很快，税监使们就折腾得民怨滔滔，朝廷上下的官员们也不停地进谏弹劾。万历不但不予理会，反而派出了更多的税监使。不是万历不知道这么干的弊端，而是矿税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银子，让他欲罢不能。万历30年，一场遗诏闹剧把矿税这个问题摊开在台面上，不光万历自己丢人现眼，还留下内阁首辅被太监训斥的历史名场面。这一年2月，万历突患重病，病情一度严重到他都觉得自己即将龙驭归天了。为防万一，万历先是召见了朝廷的主要官员，向他们口头宣告了遗命。然后万历又命内阁首辅沈一贯按流程拟好了遗诏，待自己驾崩后就正式宣告。万历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宣布他的遗命，是怕内阁的人篡改他的遗诏。因为他的爷爷明世宗嘉靖驾崩时被徐阶摆了一道，整出个嘉靖遗诏遗臭万年。他的父亲明穆宗驾崩时被张居正和冯保摆了一道，托付高拱的遗言反而成了假话。神宗虽然确保了自己的遗命不被篡改，但是也给自己挖了个坑。神宗这份遗诏大致有3方面的内容。首先表示自己死后由皇太子朱常洛登基称帝，接着希望死后按照惯例大赦天下，并减免一些地区的税赋。最后是反思了自己在任期间的一些错误，并明确表示要停征矿税。可以看出，万历完全清楚矿税的弊端，也知道皇朝上下没人支持，自己死后铁定会被取消。既然必定会被终结，那就由自己来终结，免得死后还被人扣帽子，像嘉靖一样沦为徐阶的垫脚石。但是堪称医学奇迹的是，从遗诏写好第2天开始，万历的身体就急速好转，2-3天的功夫就痊愈了。没死成的万历必须面对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及朝廷缺钱这个难题，所以矿税即便是毒药，他也要继续吃下去。因此放在内阁的遗诏就成了个烫手山芋。原本万历是不需要担心的，因为他没驾崩，内阁没有理由也不敢对外宣布遗诏。但是万历因为怕人私拟或篡改遗诏，自己主动对外公布了遗诏内容，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。对于遗诏中万历驾崩后才能生效的内容，比如太子登基什么的，朝廷上下自然是没人去较真的。但是停征矿税是完全可以执行的，因为这是皇帝的本意，而且这条旨意还是走完流程的旨意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明朝从朱祁镇的正统年间开始，皇帝的旨意已经不再能直接成为圣旨了。
皇帝的意愿成文后被称为草旨，要经过司礼监加喜后先转内阁，经内阁票拟附属同意后，才是朝廷上下认可的正式圣旨。未经内阁附属意见的圣旨被称为中旨，很多官员根本不认。从这也可以看出，明朝中后期的皇权其实是受到文官压制的，因此原则上来说，内阁完全可以不再请示皇帝，重新出个票拟把停征矿税这条单拎出来发布并执行。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，万历于是命令身边的内侍到内阁向首辅沈一贯索要遗诏原本。最初沈一贯和内阁并不同意交出遗诏，沈一贯的理由是君无戏言，何况遗诏的内容皇帝自己早就向朝廷公布了，现在收回岂不是自取其辱？二是矿税确实伤民害民，早就该取消了。经过曾国本早跟朝廷官员撕破脸的万历，相对于面子更在乎钱的问题，所以他不断地向内阁派出内侍索要遗诏。在前后派出了20多宦官后，万历发现用文明手段根本要不回来，就挑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宦官，命令他们必须从内阁带回遗诏。沈一贯见宦官们已经打算动手强抢了，也算是明白了万历的决心。他是那种比起国家和百姓利益更在乎自己政治前程的职业官僚，他不太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跟皇帝死磕，于是就交出了遗诏。朝廷废止矿税的努力再次以失败告终。在沈一贯在内阁和宦官们争执的同时，还有个宦官也在内廷和万历就遗诏争执着。这个宦官叫田毅，是当时宦官的大统领司礼监掌印太监。田毅虽然走到了宦官的顶点，但在历史中籍籍无名，比魏忠贤、刘瑾的名气差了不止一个级数。因为他不干坏事，对于史官来说，太监就象征邪恶的反派势力，一个不干坏事的太监也就没有记载的必要。田毅在担任南京守备期间，从不欺压百姓，更不以权谋私，对本职尽心尽责，广受江南人士好评。田毅成为司礼监掌印后，也从不溜须拍马，反而时时劝谏皇帝。同样在矿税问题上，田毅也没有因为税监使大多为宦官同僚而包庇他们。他认为矿税对于百姓而言就是苛政和暴政，对国家更是长久的祸患。得知万历反悔并收回遗诏时，田毅立即找到皇帝，力劝皇帝不要食言而肥。太监是皇帝家奴，奴才这么对主子，万历的愤怒可想而知。怒极之下，他居然拿出了自己的佩剑，准备亲手处死吃里扒外的田毅。田毅不但不求饶，言辞反而更为激烈。好在派往内阁的宦官这时带回了遗诏，万历见主要目的达成，气也就消了大半，命人将田毅赶了出去。却不想田毅被赶出去后径直去了内阁，这就诞生了明朝的一个名场面：宦官唾骂内阁首辅。田毅骂沈一贯有2层意思，一是天下因矿税受难的百姓没得到解脱，如果沈一贯真的心系百姓，坚决不交出遗诏，万历可能也就放弃了。另外，他也可以直接发出废止矿税的圣旨，朝野上下不可能不接受，矿税必停，万历也不可能发明旨追回前命。二是沈一贯祸害了万历，皇权来源于其威权，这次遗诏早就被皇帝自己公布出去了，沈一贯让皇帝耍赖收回，实际上伤害了万历在天下臣民心中的形象，也损坏了皇帝的威权。万历明白这些吗？他应该是明白的，因为其后他并没有处罚当面指责过他的田毅。田毅死后，万历还为他辍朝3日。不过忠言逆耳的道理虽然易懂，难的却是将其落实到行动。万历虽然心里认同田毅的看法，但是他还是不能不继续吃毒药。皇朝财政窘迫，没钱兴修水利，没钱赈济天下饥民，没钱召集兵马征讨天下不臣。其他人可以双手一摊告罪说臣无能，万历难道去太庙向祖宗告罪臣无能吗？此时的明朝实控疆域超过300万平方公里，臣民尽役，而且张居正10年革新也没过去多久，但是每年朝廷收入的白银才400多万两，这其中暗含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万历有能力解决的。此时的官员们相较于协助皇帝解决问题，更愿意去结党争权，所以万历只能抱着矿税不放，因为只有这个方法能带来实际增收。至于矿税对皇朝带来的伤害，他不是不在乎，只是在他看来，只有先维系住皇朝，这些伤害才有被考虑的价值。说的再冷酷直白一些，对于帝王来说，
哪怕百姓安居乐业，如果这个天下不是姓朱的，那也毫无意义。明朝的问题其实是结构性的问题，财政的病根在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埋下，只是这颗雷到了200多年后才被爆出来罢了。最后用黄仁宇的万历15年作为结尾吧。在这个时候，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燕安丹乐，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，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，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，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。因此，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。